每一个健身的男孩子都梦想有一个自己的私人健身房。今天我就要比较一下最便宜的私人健身房到最贵的私人健身房。Let's go！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在上海市中心的黄浦区有2家健身房，总共投资了1000个 W。但是呢，在这里你们即将看到的是我的私人健身房，就在这边。作为一个健身房老板，同时呢，我还是一个职业运动员。但是我拥有健身房，在我认识的里面，真的是能算上最便宜健身房。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给你介绍一下健身房里面到底有什么。首先，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楼梯机，是 Stairmaster， 也就是这个楼梯机的鼻祖。然后这个楼梯机的话，大概是5000美元。然后接下来是这套哑铃，这哑铃的话，我们从5磅，然后一直到最重的是100磅。这个是利剑的这个凳子，利剑凳子的话也会比较贵一点，大概是1500多。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轮子架，它是国产的，你们没有听错，我在美国选了一个国产的这个轮子架。但是呢，我觉得幸运的是，国产的也没有说是那么差，但是你们可以听一下，它感觉没有那么顺滑。整个这个龙门架的话，也大概花了就5000美元左右。然后剩下的话，因为我会去早上去做一些拉伸，会在这边去做一些拉伸，也包括练核心的时候用一些瑜伽球，然后硬拉的时候会用一些硬拉台，然后这些都是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工具。然后这个是我在里面放的一些音响。接下来给你们介绍我这边最重磅的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深蹲架和卧推架一体的这个机器，然后大概也是5000多美金左右，所以所有的这个花费加起来是25000美金，有15万左右人民币。别忘了15万，在我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最便宜的。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参观的，他健身房总共投资，据我了解，应该是我这边的至少3倍以上，所以期待一下，我带你们去看看什么叫顶级私人健身房。Let's go！ 我现在到了龙哥的私人健身房，然后我们看一下，在他的健身房，你可以介绍你的健身房，你的器械值多少钱？这边是一套不锈钢的哑铃，那你知道美国哑铃非常贵吗？大胆猜一下。对，我给你们讲一下，加5磅的所有的这个杠铃片加起来8万块钱，所以差不多8万。差不多。疫情之前买的时候是14000，差不多12万块钱。对，然后现在的涨多少？可能会翻不到1倍，翻不到1倍，差不多那就16万。这一个小龙架，它原价的时候是卖快7000刀一台，我是因为它这个颜色不太好卖，然后我3000就买来了。我在美国选了一个国产轮子架，5000美元。因为加5磅有一台，这个差不多在国内的话要接近5万块钱。这个是新的，全新的，这是我学生之前有学生送我的，3500差不多。我对器械还是非常了解的，但是这在美国确实便宜很多。这台器械就是高位下拉跟坐姿划船的一个组合器械。它这边还有个坐姿划船一体的。当时买的时候是，不加运费不加税是2000多刀。这个品牌的全线都涨价了，它网站上都有。这是一个整个6脚架，一个空架的，当时买的时候是，税前是2000多。对。然后加上这些配件，这些配件比架子贵。这些配件大概现在算下来6000多块了。6000多，它这边还是超多的细节。加上里面那个腰带深蹲，插入式的腰带深蹲，这个价格1万块钱左右。这个就是这就是很体检的这个下斜的一个划船。这是一个阿森纳的侧冥举机器。然后这个是 log 的，对，体感划船。这多少钱？运到这边6000多刀。6000多。对。这是腿。对，分度是这个像我这种左边膝盖做过手术的就很适合练这种器械，两边就可以发力更加的这个均衡一些。那我们去看一下，它还有小车库，据说那个小车库里面的器材会更牛逼，你们看一下。这些器械都有20年了，20年的，有20年。你的所有这些设备多少钱？20多年的设备，总共1万块钱，加上运费，平均下来1400刀一台。然后前2天有个人，他给我2600一台，2600一台，2600翻倍了。对，看到没有？龙哥不光是个非常牛逼的这个健体运动员，他同时是个非常厉害的器械投资人。
这多少钱？1500，才1500， 1500，一万块钱，1万人民币。这边还有一个连2头的，试一下，试一下。这盘最大的这个特别之处就是它可以加这个象形离心和这个中间塞头也是，那个是腿屈伸，腿屈伸，对。这个一共加起来1万多美金，1万没有多，1万美金，这加上这台，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个45万，差不多45万。所以如果说你有45万，你会不会自己搞一个这种私人健身房？你们就不用去办年卡了。这个健身房只为你自己去定制，非常非常香。现在我来到了我见过最奢侈的私人健身房，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不起眼是不是？但是呢，他们总共花费了150万人民币，什么概念呢？我做2家健身房，每家健身房投资了150万在设备上面，这个等同于1家健身房的总投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健身房为什么如此的奢侈跟豪华，就这个一个小车库，直接进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男人的天堂。我们先从门口这叫大屁股风扇，然后这个的话，这是 ROG 的这个风阻单车，这个单边的轮轮架你们见过没？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单边的轮轮架。然后这个另外一侧它不是轮轮架，龙哥健身房它这个高位下拉的话是2代，这个是3代，意味着什么？更重的配重以及更贵的价格。然后这个呢 ，Gym80从德国运过来，运了8个月，这个黄金划船。之前 Ghost Gym 倒闭了，被一个德国公司收购了，后来就开始使用点 Gym80的设备。这个龙哥架也有一个导门机，一模一样。所以在这里的话，这边最基础的基础款是龙哥架最顶级的，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人比人真的气死人，好吧？这也是我的目标啊，以后300大保天。再给你看一下这一台，这个的话是深蹲架，你们把这个270 3个字打在公屏上，让我看看你们多少人真的会深蹲。然后这个深蹲架的话，它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是什么？这有各种各样的小配件，像这个小配件干嘛的？就是当我们在做上斜卧推的时候，这是可以出杆，这是配重。它这边的话，它就是这种，一般力量举比赛的时候，他们会有这种深蹲的。然后同时的话，这个也是一样，这是平板卧推的时候的出杠。这玩意你们猜是什么东西？我看有一个 LSP 猜对了，这个是按摩棒，这个按摩棒重达45磅。然后放松我们的肌肉的，然后这个整套你们可以猜一下花多少钱，让我在这个弹幕中找找有没有人能猜对的。总共10万块钱，总共是光一个架子。但如果说放到国内，我估计这一个的话要25万，毫不夸张。然后让你意想不到的是另外一个区域，这个大概一个总共也就占了1平方左右吧，大概有15、16个杆。这个不是发霉的，这是绿色，这是限量版。硬拉使用的这种杆，然后这是深蹲杆，红色深蹲杆，这个叫魔兽版的深蹲杆，更粗更黑，不能说更长吧，反正就是更粗更黑的。还有白色的深蹲杆，然后这个还有女孩子的深蹲杆，黄金这个杆，这个叫白银吧杆，大力士的这种六脚架，像那种犀牛蹲啊等等。然后这边都是 CrossFit 的这种杠铃片儿，你可以猜一下，这边总共就也就这么小的一个车库有多少个杠铃片儿，多重加起来5000磅，光这个杠铃片也要10万块钱，夸张了。男子在健身房最重要就是保自己，一定要有一种那个保险措施。你像咱们就一般都选择那种最高级别的，像 SBD 啊、蚊子哥的这种装备啊，所有的这些的装备，你猜花了多少钱？3000多美金，2万块钱。哑铃的话，龙哥最重多少？你们还记得吗？150多磅，咱们多少？这是咱们的起点，从160磅开始。然后这个的话，总共花费了也有超过10万块钱。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手办吧，肥胖版的超人，刚才看到了吗？肥胖版的这个蜘蛛侠，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个蝙蝠侠等等，过来的话差不多花了5万美金。正好在出狱之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把手，从这些一套的这种绿的把手，之前加5磅也有，然后总共差不多
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大概是$1200左右。它这房间里面还有几个设备。这个是一台我们可以练肩、可以练假胸的一台设备。然后这个是来自意大利的 Panatta。然后 Panatta 的话，这个我在2店的我们买了5台，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到，真的无语了。整个我们已经订了8个月了。然后这个是练腹的。所以这边既有这种综合型的这种设备，又有这种孤立型的设备，都有。这个真的是我见过，就是最夸张的这个私人健身房，在我们家的健身房。最后，我想说说我的2个偶像。第一个偶像就在我身后，健美偶像阿诺德·施瓦辛格。他从一个奥地利的穷小子，一个人孤军奋战来到美国，拿到了7次奥赛冠军。因为他一直激励着我选择这项运动。I went and worked out 5 hours a day, and I was working on construction. Because in those days in bodybuilding there was no money. I didn't have the money for food supplements or anything. So I had to go to work. So I worked on construction. I went to college. I worked out in the gym, and at night from 8 o'clock at night to 12 midnight, I went to acting class 4 times a week. So I did all of that. There was not one single minute that I wasted.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比赛叫阿诺德赛，然后我希望能够参加明年的阿诺德赛。然后我们再说说我另外一个偶像，那就是科比。这个是2016年4月14号的时候，科比留下一句 "Mamba out"。What can I say? Mamba out. 他退役之后呢，留下了就是一个蛇皮篮球，然后这限量版的。2020年1月26号，科比的意外离世，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痛心。但是曼巴精神永远的影响着我们。19年9月份，我自己创立了加5棒。我们加5棒也有自己的一个价值观，有加满温度、加满能量、加满信心、加满自律、加满智慧。其实跟曼巴精神是很像，传递的更多就是每次要突破自己。也许你们现在可能感觉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也许你现在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收入，但是我相信，通过你们自己的努力，通过你们自己永不放弃这种精神，你们一定可以获得你们自己想要的一切。最后的话，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给我一个素质3连。祝你们拥有自己的私人健身房，拜拜。